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视频啊！我们现在身后这片场地呢，就是长城位于保定的新车试验呀、研发的测试场地。我今天来这个场地的主要目的啊，就是测试这台长城重磅摩托车，也就是大家等了很久的灵魂，也是全球首款量产的8缸摩托车。它搭载的是一个水平对置8缸的发动机。那至于外观部分呢，我们已经完成了提前的拍摄。那大家可以先通过视频来看一下外观方面。那后半段呢，我们就来详细的给大家讲这台车的操控表现。好，那我们先来简单的过一下外观啊，因为车展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车大致的设计语言，所以咱们就简单的来看一下。首先呢，就是它的这个车头看上去还是非常的饱满，非常的大气。它说是醒狮的设计元素，但是在我整体看起来啊，它有一点点像这个金翼和雅马哈的那台星际旅行家或者叫星际穿越者那个车稍微有一点点像，尤其是这两侧带蜂窝网的这个进气格栅和雅马哈的那个星际旅行者还是很像的。那这个醒狮造型的头灯呢，在开机的时候是有灯语的，我们来看一下。来，是有一个逐渐点亮的动画效果。车头呢，同样是十分的宽大饱满啊，而且这个车你就是看它的造型，云猜测也知道它的风阻保护差不了。你看它这个可以电动升降的风挡啊，面积也是非常大的。那说到风阻呢，这台车也让我想起了一台已经停产的老车啊，就是胜利的威神。那台车的风阻保护做的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啊。那我不知道长城灵魂这台车骑起来之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那在这个蜂窝型的中网下方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向外延展的一个装饰罩。这个装饰罩的主要目的啊，实际上就是保护住它后方这个向外突出非常多、体量非常大的8缸发动机。那侧面呢，乍一看实际上是很像金翼的，但是你仔细看，它的体量感是比金翼要大很多的。这个车无论是你静态上看上去的体量感，还是你动态骑起来的体量感，都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没有办法用语言来给你形容，只有你试过才知道它是一个多魁梧啊、多巨大的一款车型。那视线来到侧面啊，这个车的体量感还是非常大的。我肉眼看上去它是比金翼要大1号的。如果说金翼是 XL 的尺寸，那这台车大概是 XXL 的一个尺寸，我们盖住车尾的一点点，那这样的长度大概是一个金翼的尺寸。那现在这台车的体量感，大家应该心里有数了。那车身侧面呢，算是一共有3种元素，一个是它塑料和金属位置喷的漆，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黑色的塑料覆盖件，然后就是它这个镀铬的非常庞大、非常亮眼的发动机和它的排气。整车核心的位置，也就是它的8速 DCT 变速箱。那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这个车到底有多大啊，也就是它的体量感。那左边这台车呢，是我自己的车啊，是一个凯旋的 Scrambler 1200的 XE， 也就是我目前能买到的啊体量感最大的一台车了。因为我的这个身材啊，其他可能更和谐一点，但是这台车放在长城灵魂的边上，确实看着有点瘦，有点窄，有点像小鸡崽子，所以也能变相的衬托出这台车到底有多大。那侧面再看一下啊，确实是有点骨瘦如柴了，挂不住肉的感觉啊。那后面呢，有一个一体性非常强，然后整体质感也很好的边箱。这个边箱的容积达到了27升，一共2个，也就是54升的2个边箱。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它这个开启的质感就像汽车的那个后备箱感觉一样啊。摁一下这块，哎，自动打开了。它在左侧有一个液压停杆，这个空间你如果去摩旅的话，可以放下不少的东西。那我们的视线来到车尾啊。它的尾灯组和头灯组是一个相互呼应的造型，都是醒狮眼睛的那种状态。那后边最醒目的就是这个巨大的尾箱啊，同样是通过按键开启，开启之后，哎，向上打开。据官方说呢，它的内部空间可以容纳2顶全盔。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啊，它内部给了植绒的覆盖，防止蹭坏你的头盔或者一些比较贵重的东西吧。然后呢，它在这个位置给了你一个 USB 和 Type-C 的接口。方便你的设备放在后边充电。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警告啊，最多可以容纳9公斤20磅的这个东西。那同时尾箱的后侧两边都给的是这个液压停杆啊，这个让它在关和开的质感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那在尾部呢，还有2个非常显眼的东西，就是它的2个镀铬的排气口。这个排气口的
孔径啊，直径还是很大的，毕竟一边4个缸的废气嘛，它小点它也出不痛快。那还有一个比较显眼的就是它的这个轮胎啊，它后胎达到了一个200的宽度，这个也是原厂配备的后胎中比较宽的了。而且这个摩托车的后胎还有一个小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偏扁的后胎，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啊？摩托车后胎一般都是圆滑的、比较尖的那种，这样方便车去倾倒、去拐弯。那这台车和其他的车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偏扁的轮胎。那它后胎的尺寸呢是200/50R18，它的尾灯同样是有这个开机灯语的啊，我们来看一下，看是不是和头灯完全相呼应？那我们看完了这台车的外观之后啊，咱们来过一下这台车的行走部分。首先呢，就是它的前悬挂部分，它采用了和金翼一样的一个多连杆结构，或者说类似于双 AB 结构的前减震，就像汽车中的双叉臂一样。然后它是有上下两根铝合金的叉臂来控制车头上下的这个浮动。这样的设计呢，可以让这个比较重的车头有一个很好的支撑性，在刹车的时候不会有那种向前那么明显或者那么邪乎的一个俯仰角度。还有呢，就是这个车的车头比较重嘛，在转向的时候啊，这种双叉臂的转向的轻盈程度，或者说它的体量感没有那么足。这一点呢，也是这个长城灵魂比较需要的，因为毕竟它的车重比较大嘛。那细节看一下啊，这个铝合金的质感做的还是不错的，确实是汽车级别、车规级啊。那向下呢，就是它的Brembo 对向4活塞卡钳，一共是2组啊，它是一个双盘的结构，然后同样是一个直径很大、尺寸也很大的浮动盘，这样能保证它的一个刹车力。这么大体量的车啊，这个刹车盘配小了肯定是吃不住的。那当然了，它配的也是一个径向的卡钳，也就是常说的辐射卡钳。它的轮胎呢是来自于 CST 正新，据说啊，这个轮胎是长城和正新联合研发的，是专门为这个长城灵魂打造的。它的前轮尺寸是130/70R18，后轮尺寸是250/R18。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轮胎的花纹啊。那它的前胎胎型并没有像后胎似的做的那么扁，可能是考虑到它转向的时候啊，这种比较尖的胎型，更轻松一点，更容易一些。那向后呢，就是它的传动轴，这台车也是一个轴传动驱动的车型啊。它的后卡钳也是 Brembo 的，好像也是对向的4活塞卡钳啊。同样，后卡钳给的也是辐射卡钳，也就是径向卡钳。后侧也给径向卡钳，那我印象里好像是除了长城的灵魂之外，可能就是凯旋的火箭后边给的也是一个径向的卡钳。那当然了，这样的设计一个是和它的传动轴有关啊，还有就是要保证它的刹车效果和刹车力。那在传动轴的右侧啊，这块还有一个刹车，是一个小的卡钳啊，这应该是它的手刹或者自动驻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下这个长城灵魂的核心啊，也就是这台200cc 水平对卧8缸发动机，它也是全球首款量产的8缸发动机。那关于这个发动机的数据啊，可能最终还没有定，反正现在我知道的，它是一个154匹、190牛米的参数。调教呢也是就像其他的巡航车一样，更偏重低扭的动力输出。那后侧呢，就是长城自主研发、专门匹配这个8缸发动机的8速 DCT 变速箱。那作为汽车企业啊，首先它有一定的双离合变速箱的制造经验和一些技术积累，所以打造摩托车的这个变速箱并不是什么难事儿。据魏总自己说啊，也就是在那个思想会闭门会上说的，那这台双离合变速箱的表现是要明显优于本田金翼那台双离合变速箱的，这个是魏总亲口说的，而且拍着胸脯说的，说不信你们可以去试一试。等这台车可以最终上路试驾的时候，我一定给大家好好试试这台 DCT 变速箱的表现到底怎么样。然后坐到车上，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台长城灵魂它的一些乘坐方面的一些豪华配置。我们先通过下方的这个旋钮开机，这是一块12.3英寸的触控仪表，你可以通过这块的按钮来控制，也可以直接上手去触摸。横向滑就是它的主题切换，然后点一下这个就可以进入车辆的信息，随便点随便点就可以进入它的这个应用中心。它其中包括车辆信息、导航，用的是百度地图啊，就是不知道它到时默认的这个地图选项是摩托车选项还是汽车选项。如果人性化的话，是可以直接用摩托车导航的。然后这边是多媒体，然后本地的电台、USB 的音乐，然后蓝牙音乐连接都是支持的。
然后右侧是它的，然后呢，通讯录设置都在这儿。我们看它的亮度、主题，它有这么多主题啊，都是可以自己切换、自己调节的。那看完了仪表，我们向下看啊。首先就是它给了一个一体式的车把，这个车把应该是铝合金的，然后在这个位置还做了镂空处理，可能也是为了能减重一点是一点啊，在这块做了铝合金，然后这块有一个品牌的 logo， 在下方呢就相当于它的中控按键了，这个是启动旋钮，向右侧拧是启动，然后左侧有手把加热、座椅加热、音源切换。然后主页、自动灯光等等等等啊，我们来看一下左侧的按键。首先呢，就是上边两颗，一个是风挡的升降，我们来看这个风挡的升降距离也是比较大的啊。我感觉这个风挡啊，升到头，真的是可以带3/4盔或者带瓢盔了。一个是音量的调节，这个是控制音量的，然后这个呢是远光、近光的切换，然后语音控制、双闪。这个是仪表的控制，摁返回进入菜单，然后可以通过这块控制仪表。然后这个是车辆的喇叭，听一下啊，还是比较厚的啊。然后向下是转向灯，然后这个是一个步进控制开关啊，可以让它缓慢的向前和向后实现一个倒车或者说挪车的这么一个功能。那下边的这两颗按键啊，在这边有一颗，不知道能不能看见啊。这边有一颗，这两颗按键，这颗负责加档，这颗负责减档，也就是当你切换到手动模式的时候，用它来升档和降档。那右侧呢，就是它的这个自动挡的切换键啊，点火，点着之后，摁这个下边的这个键是进入到 D 档，它进入 D 档之后也是不会自己走的，你需要给油它才会往前走，然后再摁切回 N 档，然后你在 D 档的进入 D 档的同时，然后摁 A 和 M 就实现了手动挡和自动挡的切换。那下方呢是定速巡航，然后这个是定速巡航的加减。那还有呢，就是这台车一共有4个喇叭，但是有8个发声单元，你可以相当于它有8组喇叭吧。它的功率达到了360瓦，是摩托车里算是比较大的了啊。你像比较著名的啊，以音响成名的 R18，它的功率也是没有这个高的。那它在前面的左右两侧和后座的左右两侧一边有一个。那长城灵魂用的是脉冲点火啊，它不像传统的摩托车一样，就是一直摁住了直到它点着，它只需要你轻轻摁一下，然后手拿开，它就点着了。来听一下它怠速的排气声啊。哎，多多少少有点像 V8的那种声音啊，有点煮开水的声，呼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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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我们来拧一下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长城灵魂这台车的乘坐表现啊。我的身高呢是1.88米，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的表现。首先要说的就是这台车虽然是461公斤的整备质量，但是它起车这一下，并没有体现出它是一个461公斤的车。因为我也骑过28的那个Transcontinental，那个车是真的费死劲也起不来，甚至需要你把车把打到右侧打死，然后这样借助一下它的这个力来起。那这台车就不用，你把车把往这边打死，在一个锁定的状态下，你也可以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把车起过来。反正对于461公斤的一台车来说，这个起车的容易程度还是能接受的。那我们看一下坐高啊，这台车的坐高是740毫米，我的身高是1.88米。驾驭这种车，我觉得大概是1.7米左右，然后你腿部相对来说有一点点力量，或者说有一点点技巧，就是 OK 的，没有什么太多的门槛，因为数摆在那儿呢，无非就是它的体重会比较大。我其实最担心的是这个车脚踏的位置，因为它是一个水平对卧的8缸发动机，一定会向后侵占这个脚踏的空间。像巡航车嘛，一般情况下脚踏都是做的比较靠前，然后这样才能有一个长途舒适的姿态。那这台车的脚踏实际上是一个中前置的状态。没有像 R18那样那么的向后，在这个位置啊，没有那么委屈。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腿部姿态啊，大概是一个90度，我觉得还好啊。那好，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后座乘坐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大沙发的状态啊，这可能也是我骑过的、坐过的啊最舒服的后座之一了。可能也就是那种顶级的巡航车，你像金翼，像是公路大师，像是这个哈雷的大滑翔等等，才会有这样相对来说更舒适的这种后座，而且它的这个靠背儿也是很软的，你长途巡航，你的后座绝对不委屈。
大哥在前面骑，大姐在后边也不受罪。那至于舒适性配置呢，它的前座有座椅加热，它的后座同样也有一个3档可调的座椅加热，它的按键在你的左手边。那在这个手把的前方两侧啊，都有一个储格，这个储格方便你在走高速的时候可以放一些票据啊、证啊等等的，也算是比较顺手的。那还有一点要说的就是这个车的油箱体量还是比较巨大的，它是一个26升的油箱。当然了，它应对的也是一个8缸的发动机的消耗，所以我盲猜啊，这台车的油耗就算是在7个、8个这样的水平，那这个26升的油箱仍然能保证你有一个300多公里的续航里程，那跑个长途自然也是够了。那这个油箱有一个设计我是不太理解的啊，我也想吐槽一下，就是它这个油箱盖在右侧，你每次拧它的时候都要把手把往右拧到底，这样才能方便这个加油员给你加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麻烦的设计。那其他的就还好吧，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可以吐槽的。毕竟这个车的产品经理就是魏建军自己嘛，那魏总自己也玩摩托车，魏总有新金翼，有老金翼，然后其他的那种顶级的车型也都买齐了，所以他如果觉得这个车骑着过关，我觉得就像他说那个捷友4驱跟非捷友4驱一样，我觉得这个车应该也是过关的。起码不会太差吧，因为他如果真做出一个自己比较不喜欢的东西，那何必呢？花了这么多钱研发，那本来就是要给自己做一个大玩具，那这个玩具并不好玩，那肯定就没意思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车骑起来啊，盲猜也是不会太差的。那我们还是期待一下什么时候能够去保定，或者等它这个长城灵魂做品牌试驾的时候，来给大家做一个更详细的试驾感受。那最后我们来给这个车做一个小总结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车有一点点像魏总在秀肌肉啊，就是秀这个长城的供应链整合的能力。因为这台车浑身上下就我目测啊，只有3个东西不是长城自己做的。一个是它的这个轮胎是来自 CST 正新，当然配方也是联合研发、联合调教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卡钳来自于 Brembo， 还有呢就是它的减震，它的减震是来自于采埃孚，是一个电子减震。除了这3个东西啊，应该都是长城自己做的、自己研发、自己的供应链。就比如这个12.3英寸的大屏幕，那可能跟车级是一样的，包括它用的815芯片也是车规级，所以这个车更像是魏总用自己这么庞大的供应链和这么庞大的这个体系给自己做出来的一个玩具。好，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期待一下这个车啊，期待一下这个车的动态试驾。那在这次试驾活动中，我拿到的呢是这台3厢的版本，也就是 S2000 GL 这个型号，就是带大沙发这个版本啊。它的操控感受和没有尾箱的这台车，我觉得差距并不大。可能重量上有一点点的减轻，但是实际的驾驶体感和骑起来的体量感并不大。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下这台车的操控表现以及它的一些动态表现啊。我之前骑过长城灵魂的试装车，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它的减震还是液压减震，并没有换这个全新的电磁减震，所以我感觉那台车的驾驶表现，有一点点差强人意，尤其是体现在低速的时候，它的减震撑不住，这个车把会来回的晃。那换装了电子减震的量产版本啊，也就是我们现在试的这台，表现有很大的提升，但是啊，咱们有一个话得说在前头，它仍然是一个460多公斤的车，这个物理的重量是没有办法抵消的，所以它虽然骑起来可以通过调教让它的操控体量感没有那么重，但是低速情况下，它仍然能感受到它有一个非常足的体量感，就是说这车非常大，非常的就是多少有点重吧。那我们今天体验的场地主要是大直道和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弯道，有 S 弯，但是那个 S 弯也算是比较快速过的 S 弯，它主要是让你感受一下这个车翻身的轻盈感。那我整体体验下来，我先说直道吧，就是这台车在直线加速上的能力没有说8缸给我带来那么强的冲击感。我觉得啊，它0-100加速大概是一个4到5秒的水平吧，大概是这样，它的加速感受没有那么强，但是加速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车的变速箱特别的聪明，而且非常的平顺。它虽然也是双离合变速箱，但是它平顺性做得很好。你在直线加速过程中几乎感受不到它有换挡特别明显的动作。那在直线加速过程中，我也试的是这个车的红区啊，我切到手动模式感受了一下，它这个车的红区大概是在6900、6800左右。但是你到了红区之后，这个车坚持不住，也就是说它锁不住档。那你连续2次没有手动升档，它的驾驶模式也会从 M 的手动模式切换为 D 档。
这可能是一个变速箱保护机制啊。那直线加速的过程中，我还有一点印象比较深，就是这个车的排气声浪确实挺好听的。这个八缸确实名不虚传，而且它虽然是水平对置八缸，但是我隐约间总能听见这个发动机有那种 V8 煮水的声音，可能也跟这个发动机的结构有关系。最主要的是它带一个可以开关的阀门，这个阀门就比较有用了。如果你要是赶上回家，或者说晚上骑回小区，那你用这个阀门把这个排气声浪关了就可以了。那如果你跑个山呀，或者说在这种没有人的空场，你感受一下、享受一下，那你把这阀门打开，这一点也是长城比较贴心的一个设计吧。长按这个按键，就可以激活它的运动排气模式了。它有一个最大排气模式声浪，还有一个动态排气模式声浪。最大排气模式声浪。那说完了加速，我们来聊一下刹车啊。这个车的刹车配置给的算是很顶了，很高了。那应付这个这么大重量的车，然后它在直线的尽头重刹的时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能感受到这个车有很大的体量，你也能感觉到这个刹车在全力的工作。但是它的制动距离，我的体感上来说并不远，比够用高很多，是有冗余的。这个是我实际骑行体验到的。那我们在上这个测试场的时候，这个厂家的人也在跟我们说你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说这是一个快速场地，会更多的用到刹车，怕刹车有热衰。其实我第一圈、第二圈下来的时候，我确实有点没信心，我怕这个刹车有热衰，我冲出去。但是我反复的重刹，反复的试，我测试下来之后，我觉得这个刹车，我这台啊，肯定是没有问题。就是我大概跑了5、6圈，然后一直在大力的加速，然后重刹，我觉得这个刹车的热衰并没有那么明显，或者说我几乎没有体验到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热衰。那既然聊到刹车，我们重刹了，我们也聊一下这个车的悬挂。它前侧是一个和金翼一样的双叉臂结构，这个结构就让这个车在重刹的时候扎头的幅度没有那么大，就感觉你以为它会有一个很强的向下扎头的，但是它实际上是这么坐下去的感觉。当然这也和它的刹车带有联动功能有关啊，它大力捏前刹的时候后轮也会刹车，然后大力踩后刹的时候前轮也会制动。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车在重刹的时候，它不会有一个向前倾的这么一个趋势，而是一个整体这样坐下来的感觉。这个是刹车过程中体验比较好的一点。那还有呢，就是这个车的悬挂支持高低调节，这个调节是在后侧啊。如果你是自己骑，它有一个模式，然后带人是一个模式，然后同时还有带人加带行李，这也就是这个车最硬的模式，也就是最高的那个模式。那这个车的这个调节速度啊，后悬挂的升降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刚才那个德国的工程师也在跟我们讲说，因为我一直在磨这个车的探钉嘛，然后他可能觉得就是怕我说这个车倾角不够怎么样，然后他就把那个悬挂给我调到了最高最硬的那个模式。在调完之后，它磨探钉会好一些啊。那我们接着说这个悬挂。那这个悬挂应付这么重的车身，我个人感觉啊，没有它刹车那么高的冗余。虽然它用了电子悬挂，虽然它的悬挂成本很高，然后也调教了很久，但是仍然给我的感觉就是比够用要高一些，但是冗余并不是很多，因为这个车还是太重了。但是整个驾驶起来，这个车一旦速度上来，这个悬挂在弯道中大弯，就那种高速弯，能给你一个很好的支撑，然后在这种低速翻身的弯的时候，需要你的身体多带一些，然后它仍然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表现。但是一旦在弯中，这个弯里边有一些跳动或者波动，这个悬挂在弯中吸收这个跳动和波动的能力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它稍微有一点点拉不住这个车身。这个是我对这个悬挂的感受啊。当然这可能上市之后可能还会再有调整啊，但是现在这个台车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状态。那这个车的极限倾角比我想象的要大很多。我第一圈的时候我就试探性的去找这个探钉，我发现这个探钉还挺难找的，然后我就开始更大幅度的做这个倾角，然后直到蹭到探钉，然后每个弯都蹭探钉，到最后我就刻意的去试这个车极限倾角到底有多少的时候，我发现这探钉设计的有点保守了，这个车的极限倾角真比我想象的要大，它左侧大概能到39，右侧能到38，这是我自己试出来的车上的数据。那至于风阻保护啊，这个车的风挡是可以上下升降的，我不会质疑这个车的风阻保护有什么问题。一个是因为魏总肯定会骑着这个车去摩旅，如果风阻保护做得不好，那他们肯定就是有人要被骂了。还有一点就是长城有自己的风洞实验室，那以现有的资源不用，对吧？放在这车上给这车做一个风洞也不是什么难事儿，所以这台车的风阻表现绝对是不会翻车的。那在骑行的过程中硬要挑刺儿的话，当然也是因为我的这个身高我觉得它在脚踏的这个位置和前发动机的这个位置
对于我这个身高来说有点近了，它的腿部空间没有那么足。我刚才也跟他们德国的工程师聊了一下，他也是宝马28项目的负责人。我说你这个车和28的那个标定很像，腿部空间不是很足。然后他说对，但是他也说啊，是我的原因，对于他那个身高来说是没有这方面困扰的。那既然说到乘坐了啊，我也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这么重的车，它的起车到底轻松不轻松？对于我这个身高和我这个体重来说，它的起车，我负责任的说是比28要更轻松的，但是你仍然能够感觉到它的体量感很足。简单来说一下这台车低速控车和低速绕桩时候的一个感受吧。我觉得这台车在低速控车的情况下，它的重量给这个车的悬挂压力太大了。之前那个普通的液压悬挂版本，它的悬挂在低速时会有一点点晃。那现在电子悬挂之后呢，这个问题被解决了，它没有那么晃了，但是你仍然能够感觉到这个车的车把很重，尤其是当你需要从左打到头到右打到头的这个过程中，它需要很大的力气，或者说需要一定的力量吧。你如果力量不够的话，你可能低速控车没有那么轻松，没有那么自在。最后呢，我们来给这台车在动态上做一个小总结。我个人觉得啊，就是造摩托车这件事儿来说，如果说把摩托车造重，然后造豪华，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难事。但是如果把摩托车造的豪华、好骑还轻盈，啊，那确实是见功夫的事儿。那作为长城的第一款产品，它能把车做成这样，就我个人是很认可的了。豪华感，然后氛围感，包括全球首款八缸这些噱头都非常的到位。但是我希望长城的下一台摩托车，或者说长城的 H4发动机，将来的水平对置全气手发动机，也就是双缸的等等那些车能做得更轻盈一点，然后挑战一下在减重方面的极限吧。那这一台车标定的是豪华呢，这个重量我觉得 OK 没有问题。那下一台车我就要对长城可能有更高的要求，或者有更多的期待了。那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